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说起 HTC，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曾经可是可以跟 Apple 平起平坐，也是全球最大的 Android 手机制造厂商。这几年相信大家也很明显的感受到HTC 的重心已经由手机转移到 VR 领域，也非常久没有推出新手机了。老实说其实 HTC 在东南亚与欧洲还是有在推新机，不过都是一些低阶入门机，台湾也没有销售。前阵子HTC 终于推出了今年唯一一款的新手机 HTC Design 22 Pro。虽然这款不是 U 系列的旗舰机，但是至少也是HTC 睽违1年多以来的唯一一款新机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介绍这款中阶新旗舰。好，开箱，最上面放就是我们的手机。这边呢，就是一些使用手册，还有传输线，还有一个变压器。好，所有配件都在这边。HTC Design 22 Pro 呢，它搭载 6.6 寸20:9 2412x1080的 Full HD Plus， 它最高更新频率120赫兹，机身尺寸呢是 163.3x76.9x9.4厘米，重量约205公克。那在它的机身顶端呢，则是配置了极端高科技的 3.5mm 的耳机孔还有液罩麦克风。那在它的机身右侧呢，则是音量键以及具备指纹辨识功能的电源键。在它的左侧呢，则是有信卡插槽。它采用3选2的配置，支援记忆卡扩充跟5G 加5G 的双卡双待，不用退夹针用指甲就可以抠出来。在底部呢，则是麦克风，还有一个支援 IP67 的 Type-C 连接副与扩音喇叭，共有2种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有点像粉红色的波光金，还有这款星夜黑。在视觉上，只讲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这次的 HTC Design 22 Pro 在硬体配置上，个人觉得是同价位中规格最完整的。除了有高科技的 3.5mm 耳机孔IP67 防水防尘之外，而且它还支援记忆卡扩充、无线充电、无线反向充电。老实说在10000元出头的中阶智慧机我从来没看过这种硬体规格给了这么完整的一个机型。最重要的是官方售价现在不到12000块，算是 HTC 这几年以来很有诚意的一个定价。接下来我们讲到照相部分，则配置了3组镜头，分别为6400万画素的主镜头、1300万画素的超广角，还有一颗500万画素的景深镜头。而且它还支援 AI 场景辨识，拍摄表现请看样张。我觉得以这个价位的手机来说，大致上都是这个表现。Design 22 Pro 呢，它算不过不失。不过我比较搞不懂的是 HTC 这2年的手机在摄影界面上，它的广角端都无法直接切到超广角，你还要特地跳出去在选单中另外再选超广角。我是觉得这样子的操作割裂感很严重，我也不懂为什么他们设计团队要这么反人类。个人建议他们要改善一下。在软体部分呢，它则是搭载 Android 12的作业系统。以前HTC Sense 可是相当知名的操作系统，这几年下来老实说HTC Sense只剩下翻页时钟还健在以外那剩下几乎灵魂都没有了。我是觉得很可惜另外Design 22 Pro 既然被称为元宇宙手机，所以它在 VR 元宇宙跟 NFT 相关的内容还是有些琢磨。如果你有 HTC Vive 4的话，Design 22 Pro 跟 4的搭配的支援度还不错，不像之前用其他品牌的手机，我觉得常常指不到方向。另外系统还内建一个叫 Vive Avatar， 它可以用手机很简单的帮你创作出 VR 世界的自己的虚拟形象。不过它是用前镜头直接拍照建模，我自己看我的造型瞬间就老了20岁，女性朋友可能就没办法接受。
还有 Vive Wallet， 它可以帮你作为元宇宙的钱包，方便你购买各种 NFT 产品。现在购买Design22，它还会赠送你一个无心小卒的一个 NFT， 搞不好还会升值。那除了手机以外呢，阿达在这边也要顺便为大家介绍一个新的 Vive4 的一个周边 ，Vive4 的控制器。看过阿达之前 Vive4 的影片呢，就知道说它其实非常适合使用者定点使用。不过由于之前的系统限制，iPhone 跟部分的 Android 手机无法作为操控界面。现在呢 ，HTC 推出的这个小型的控制器算是解决 Vive4 之前被人家觉得不够完美的一个痛点。现在使用起来就更加的直觉更方便了。如果您之前有买 Vive4 或想购入 Vive4 这个轻巧好携带的 VR 设备的话，我个人相当推荐大家一起入手这一组。这个小控制器呢，自己有稍微使用了一下使用起来是比手机更加直觉方便，不需要说开 Vive 的时候还要用手机，这个就能取代以前的手机控制器。我是觉得操作起来也比较顺手。好，现在呢，大家可以从我画面上可以看到，我现在使用的就是这个 Vive4 的控制器它上面这里有一个转盘，那下面这个选单还有 Vive 键，那这边是有扳机因为它是硬体的，所以说它在操控指向还有翻转的一个操控上会比较方便。如果说你是经常会使用到 Vive 去做一些操作控制的话，那其实会比手机好用比如说像我这样子，我如果要切到市集，那我就可以直接点它，然后扣扳机，我就可以进入到 Vive 的商店里面去。好，进来之后呢，以这个选单为例那大家可以看，我就可以用这个去做一个操控，我这样有点上下滑的，好，那也可以这样子左右去做实体按键的一个切换，来做选择，那直接这样看要用哪一个功能，直接扣扳机，然后就可以直接执行。那其实使用上的话就会比手机方便许多。好，接下来我们谈谈效能部分Design22 Pro 呢，它搭载了 Snapdragon 695处理器，8GB RAM，128GB ROM。我知道很多人看到 Snapdragon 695就已经想要关影片了。可能很多人会问现在都2022年了，为什么 HTC 还在用 S695 处理器？其实S695 它并不是什么很旧的处理器它是2021年底才推出的处理器，它是采用6奈米制程，它的图形效能呢还比 S690提升了30%。那单就效能跟跑分成绩来说它甚至跟之前的 S845 差不多的在天梯图上的排名甚至还赢过 S765G 还有天玑 800U， 已经接近了苹果 A11 处理器的水准，能效呢更是远胜于S845。S695这个处理器，老实说使用起来真的没有烂到说很不堪还是跑不顺的程度。以 PCMark 2.0 呢去测试，它竟然超过1万多分，我是觉得意外的高。这个 Bench 呢，它单核是673分，多核是1961分。Antutu 最新版呢跑分大概是40万分。那当然像原神这类3A 大作就不用想，低画质还是可以顺跑，高画质就算了玩吃鸡玩赛车的表现也很流畅。一般的电动玩起来，老实说也没有什么问题。我用 PCMark 2.0 进行续航的压力测试，由100%到20%，大概也跑了14小时16分，预估至少有17小时以上使用时间，用一天老实说没有什么问题。再加上它支援 PD 充电还有无线充电，日常使用其实续航不太需要担心。那最后再讲讲阿达对这支 Design22 的一个心得。HTC Design22 Pro 在还没推出之前，就承受许多 HTC 老粉丝的过度期待。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推出旗舰机的情况下，粉丝想要一款高阶旗舰机的心态，我完全能够理解。我自己就是个资深的 HTC 粉丝，但是以 HTC 目前公司的重心方向来说他们的确没有太多资源跟本钱可以放在手机业务上。所以他如果要出手机的话，他一定就是要拼走量的型号。市场很现实消费者都很爱看旗舰规格，但事实上呢，旗舰规格卖的就不多。除了 iPhone 以外3万元以上的旗舰也只有那几间能跑一定的量。对厂商来说你投入更多，宣传更多，卖的量反而没有那么多。绝大部分的消费者到头来会花钱入手的还是价格亲民，而且大门号最好0元的手机。老实说，我对它的表现已经超出我期望不少。反而对我来说，这只手机的吐槽点是
它解锁画面竟然没有拍照跟手电筒快捷键，超广角还要另外手动切换，通话到现在还没有录音功能，是我反而比较没办法理解，剩下我都能接受。那至于元宇宙、NFT 啊、VR 这些可能你用不到的功能，你就把它当做 HTC 多送你的吧。以上呢就是 HTC Desire 22 Pro 的一个开箱介绍。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段开箱，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与开启小铃铛，还有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